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 老师，是一名风水师，也是一名占卜师。那上一集说完电梯的开口煞，一般上的住宅大楼除了电梯，也会有设有这种逃生梯。那如果这时候大门对到逃生梯的话，又是怎样呢？很多住户这种大楼呢，或者是办公大楼都会有这样子的现象。那就是大门打开后，不管是只是看到部分或者是全部分的逃生门，只要是大门直线看过去有看到，那就是有对到这个逃生门了。在这里再跟大家额外的讲一个需要注意的事项。虽然照片看上去是需要留意这个逃生梯，但是大家也要注意这个柱子。一般上逃生梯附近都会有很多的梁柱，所以要注意到底这些梁柱呢会不会导致有一个壁刀，因为壁刀煞呢又会延伸到另外一种的负能量。好，那我们先说回来大门对逃生梯这个吧。大门对逃生梯所造成的影响会造成事业的互好和互坏、波动不安的这一些现象。如果逃生门已经打开了，气流的互上互下呢是会有影响的。那这一种的影响呢，都是一段时间引发后，然后你以为结束了，再过了一段时间又再引发，一直反反复复的，也就是属于间歇性的影响。这个开门对逃生梯会遭受影响，是因为气流对到六冲。那这个六冲的能量，在上一集的开口煞已经有和各位说过了。如果想了解更多六冲的解说，又还没有看的朋友，可以再看回去上一集。那再回来说说六冲。六冲是一种不安定的能量，此时如果再加上有人在电梯间走动，那上下楼梯也会带动气流，导致互上互下的这种不安定。所以这些不安定就会导致事业上的互好和互坏，让事业容易遇到阻碍事。那如何解决这些不安定的气场呢？既然都说是不安定的气流了，那当然是要让这些气流给它安定下来，又或者把它直接给解散掉。首先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在距离安全梯很靠近的这一些空间，有没有足够的地方能够让这个气流给它自己的给它解散掉。再来比较好的方式就是把逃生门给它关上，这样子原则上它的影响就会大大的下降了。然后可以贴上一些吉祥的文字或者图片，比如说吉祥如意啦、阖家平安等这些字，又或者是很多钱啊、财神啊这些吉利的图片，让自己开门看出去的时候心情也会比较舒畅一点。那除了把门给关上，也有一些八卦镜、山海镇之类等等的这些自杀物可以挂在门口来挡煞的方式。但是还是一样老话一句，在买这些物品和执行这些动作之前，最好先占卜一下，看看它的效果如何。千万不要轻信某些自杀物品，或者是一些已经开光后的自杀物品，在挂上去之后就一定会有效的这种说法，在还没有附赠之前，有时候挂上去之后，跟我们的预期有可能是完全是相反的。所以基本上处理方式就是很简单的，把门给关上，问题就会小很多了。如果还需要再更进一步处理问题，可以联络我们，给你们占卜分析结果。最后要提醒大家，如果把逃生梯的门给关上后，虽然问题表面上是解决的，但是如果你还记得我在影片一开始时有跟大家说过的这个壁刀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接下来就是需要处理壁刀的问题了。虽然壁刀都是在安全门的附近，但是处理掉安全门的问题同时，并不代表壁刀也同时被处理掉了。那下一集再跟大家说说壁刀煞。这一集的内容就先到这里。喜欢 AK 老师的影片就点赞跟分享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。点赞跟分享越多，好用的技巧也会透露更多。有问题的话可以私讯我，有其他题材想了解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言。也别忘了关注我的 FB 跟 IG。那下一集壁刀煞再见啦，拜拜。